雪芝，雪芝，雪芝，你醒醒！雪芝，心月，苏姐姐，慢点。雪芝，燕哥，去施之用具。苏姐姐，热水。能不能醒来，就看今晚了。他不吃药怎么办？他不吃药怎么办呢？我不想你离开我，雪芝。雪芝，雪芝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梦见崔郎来接我了，他带着3枚6品，身里红妆，将我从正门领了进去。燕哥，我怕是等不到他了，你帮我把我的嫁妆带给他好不好？替我告诉他，谢谢他。若有来世，我还愿嫁他。雪芝，雪芝，雪芝，雪芝。雪芝，不要离开我，雪芝。雪芝，你以前总说我抢你风头，在我每次被罚的时候，偷偷塞好吃的。快吃！你要是饿坏了，谁给我撑场面？你还记得你带我一起偷偷出去玩吗？总是会把你喜欢的东西也给我买一份，不是那么天真灿烂的面对我，给我希望和力量。喜欢吗？真讨厌，真是没白给你花银子。早些回来，等你。夫人今天又是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讨厌，快去吧。有病吧你们？你们谁啊？你明明早就有妻室，竟然还敢去明月楼骗女人，为你守身历劫。嘘，你小点声。你可知道她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会被打死了。啊，她就是明月楼的一个继子，谁知道那是谁的孩子啊？我跟她不过是逢场作戏，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？跑来拆散我的家庭是吧？
你有脸做没脸人啊你！他临死前都还在念着你，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你。他那么爱你，甚至付出了生命，你竟然连一滴泪都没有啊！他给我留了什么？是这个吗？这是血吃的东西，你想得美？他给你留什么了？还是想拿血吃的东西？你说呀！呸！别打！梁总，别听那些小贱人胡说，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！不要！慢走啊！这味道不对，等一下。请稍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钱壶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也是钱壶。这是硫磺熏过的板蓝根。钱壶的价格可是板蓝根的10倍，这些药材都是任安堂送来的。萧郎君怎么会做这等事？他定不知情，以次充好牟利，他不会允许的。把药材封起来，我去趟任安堂。吃了归元丹的人，现在不是吐酸水，就是胸闷喘不上气，那些可都是我的老主顾呀。萧阿郎在世那会儿，可从未有过此事。萧家为了牟利，以次充好，害人性命。今日若是不给个说法，这生意咱们就做不下去了。各位，此次事件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所有的损失由任安堂一力承担。您和任安堂合作多年，还请多多担待。如不嫌弃的话，请让我为你们诊脉，我定当竭力诊治。你个小娘子批什么是我们？莫不是这任安堂想找一个替罪羊，趁机把我们弄死，来个死无对证吧？对不对啊？若各位不信任我，就让我当场诊治一人，若没有效果，我任凭处置。你说的轻巧，谁敢把命轻易交给你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？更何况自古以来就没有娘子行医这么一说。任安堂必须关门，关门！顾元丹呢？你疯了！现在我和大家一样，都吃了这归元丹。既然你们不愿意相信我，那就看看我到底会不会中毒。疯了，这个女人疯了！我要告诉所有人，任安堂找了个疯子，要弄死我们！拦住他！抱歉啊，各位，我对诸位没有恶意，只是诸位出了这个门，任安堂被冠上的买凶害人的事情，可就说不清了。任安堂或许有错，但我身为医者，亦是真心想诊治大家。我以身为引，药为证，只恳请与我和任安堂一个机会，去拿归元丹的方子。哎。
去取碗，甘草生姜绿豆汤。归元丹原方无物，但这药中附子的配比超过了原有的，才会有了毒性。只需加倍用此2药，再配上绿豆清余毒，以元方之治，解元方之过。真能行吗？可以吗？真的吗？稍等，喝完药再走。如果只是喝绿豆汤的话，我喝，我也愿意。我喝。为何急着走？莫非你没病？此人脉象华服，呼吸急促，不像是有病，倒像心虚。我只是路过，路见不平，路见不平啊！阿农，总管，走。老君，药园和库房的人说，库房的掌事已经3日未来点卯了。阿郎走后，商行乱成一团，小的连续几月流转各个铺子，属实疲于应对。前几日那掌事的说家中老母病重，需告假几日，小的便没有过多追问。套什么呢？黄芪里掺入了附子，两者并不难分辨，但如果磨成药粉，即便是经验老道的制药师也难以察觉。况且配方中原本就含有附子，更难让人怀疑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说，我说，从阿郎临走之前，掌事的就找上了我，说趁阿郎出远门，捞上一笔。这掌事的还向我保证，我们不会被发现的。这段时间也确实没人发现。掌事的后面就越发的大胆。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东家，我错了，我都是被掌事的逼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下次再不敢了。顾医生，没有下次了，带他去。起来，起来，走。这就是我错了。掌柜的，近日女科馆的药材都是那个库房的掌事负责。是，都是由掌事统一分配，再由药童送去。可是有何问题？今日我在钱壶里发现掺杂许多被硫磺熏过的板蓝根，若非仔细查验，看起来极为相似，肉眼难以察觉。硫磺本就常用于药材防蛀，若这库房掌事长期以此等手段牟利，恐怕你们的药材亦有被调换或掺假之虞。是，从今日起，库房所有药材逐一核对，凡有经手者，一律严惩。是。走。这背后之人，你可有线索？柳氏表面辞和，实则暗藏野心。你觉得？好混。云州哥哥3箭皆中，原来云州哥哥还是这么厉害，玩什么都厉害。要不要比比？你不是以前总说，男子会的，女子一样能做得更好。看看如今的殷娘子，还有没有当年的风范？
是你厉害。定是这虎口太小了，我投不进去。投不中还怪壶。拿着，认真点啊。背要直，手要稳，呼吸要均匀。投之前，深呼吸一口气。3、2、1。中了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！那剑能中？哼，不过是庄卓引得近身罢了。哼，我还真是小瞧了这殷家女。大娘子，柳氏想侵吞萧家财产，你我二人交好，他定会有所动作。自你入府以来，我们还一直没有好好聊过。萧郎还是有眼光，这孩子，瞧着就水灵。是啊，大娘子谬赞了，晚辈不敢当，只愿尽心侍奉萧家。是个懂事守礼的好孩子。你也别怪萧郎，如今两家都在丧期，婚事不宜操之过急，待这之后再从长计议。全凭大娘子做主。大娘子，大娘子，无妨，老毛病了。城中都传殷娘子极善医术，能否替主母瞧瞧？大娘子，可有腰痛乏力、腹部刺痛，还会食欲不振？之前吃了些药，只是殷娘子可有法子？大娘子，我会尽力一试。但真假，乃是待下病中极难根治之症，非一日之过。大娘子可是要做好长久的准备。那便全赖殷娘子您了。没烫着吧？想什么呢？行会那边查得如何？哦，的确有一笔新的入账。也就是说，药材和归元丹一事，他们都有嫌疑。亦或者，柳氏与行会勾结，打着萧家的名号行事。往后这种粗事之活，交给下人去做就好了。你是何时又开始关心我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这种活得干。我要是不干的话，他如何陷害我啊？
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姨娘子，主母吃了你的药不久后，便腹痛如绞，直冒冷汗。怎么会？新月，我问你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云州，有话好好说。我相信姨娘子定是无心的。云州，你相信我。大娘子，可否让我上前一探？姨娘子，你好歹毒的心！主母信任你，你却给我们主母下毒。我问你，究竟给他下了什么毒？嬷嬷，你怎么那么肯定是我下的毒？方是你开的，药是你煎的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云州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的药是被不小心打碎的，定是下人的纰漏，或者是有人想加害主母，还妄图嫁祸到我的身上，我真的没有啊，云州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便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若是医不好，以后你在萧府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定是下人出了纰漏，我是相信你的。此事啊，就这么算了吧。大娘子心善，不予追究。多谢大娘子。但谋害大娘子，嫁祸于他人，此等阴毒之事，岂能就这么算了？云州说得对，此事关涉大娘子的安危和我的清白与性命，若不能水落石出，今日他能谋害大娘子，明日焉知不会害郎君，害府中其他人呢？心月恳请彻查此事。阿农，彻查今日所有接触过大娘子汤药饮食之人，我倒要看看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我萧府兴风作浪。是。好了，我要歇了，你们也早点回各自院里休息吧。是。多谢大娘子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有默契。喂，这么冷漠？哎，把我手帕还我。要不找个机会，把他单独约出来，就在后山荒院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你当萧景一是傻的吗？经此一遭，怕是他二人已经怀疑上我了。药材出入可一一看过，每一味药的来源去向，可有疏漏？确实查出了一批来源不明、以次充好的药材，已下架封存。郎君真是找了一个好夫人，要不是阴娘子提醒，恐酿大祸。往后萧家有阴娘子长眼，必能昌盛安稳。说不定郎君才是那个贤内助呢。殷世峰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可否建议华府府上在此经过？没找到。走。你当真是在骗我吗？
我给你做了一些烫伤膏。你亲自调的？嗯。特地为我调的。喝多少了？帮我上药。若你父亲还活着，我父亲没死，可我的父亲却死了。死在了我的面前。你可知，严世峰多次与一湖上秘密来往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还知道什么？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你疯了！对，我是疯了。我原以为你的父亲救了我的阿叶，所以他在临死的时候叫我娶你。我以为我对殷家误会了，一次次的对你心软，为你找借口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殷世峰与湖上多次勾连，原来他的假死就是为了骗取我对你的同情。你们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。那都是你以为。阿挠，把殷娘子带下去，直到她说出实话为止。好生朝歌。听说那郎君见了故人，便把那殷娘子关了起来。与其我们动手，不如从中击破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萧景翳心中这根刺，迟早会变成刀。但是看似郎君并未打算动他，只是软禁。不如再添一把火，我岂会容他搅乱这潭水？去替我送一封信至行会，斩草就要除根。还得等多久啊？大家请稍安勿躁，殷医者或许在路上了。稍等一下。新月今日怎的这个时辰还没来？我在想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我这里有些号牌，各位且先拿着，明日凭号牌按序来诊。来，明日。娘子，我虽你高烧不退，昨夜已抽搐2次，可否提前给看看？实在无能为力，不妨先去找其他医者瞧瞧。
苏姐姐，怎么办？你先在这儿守着，我去萧府打探打探。这点小事，难得到我？你为什么什么都不愿意与我说？说了有用吗？也不能改变什么。你，但我问心无愧。没良心！他需要休息，需要静养。萧郎君不善说谎。这是萧家的家事，我只是担心他的安危。无需多虑。他若安好，我自不会插手。如今医馆人满为患，新月若再不现身，人心一散，医馆便撑不起来了。医馆之事暂且可以搁置。昨日新月为你熬制膏药时，我劝他离开萧家这个是非之地。你可知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他想替你守住萧家。我想二位的情分应是经得起风浪的，医馆倾颓尚可重振，错过的良人终成遗憾。言尽于此，望萧郎君好自斟酌。殷娘子呢？不是说好了今日开诊的吗？我妹妹的咳罩昨夜又中了。对呀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殷娘子家中有些急事，今日暂且停诊，我们会尽快恢复出诊。诸位请先回。若有急需，可去仁安堂寻医抓药。怎么好啊这？哎，走吧。今日女科馆还真是热闹，沈大人可真是好福气。只是有时候这风头太盛，怕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会长，此话何意啊？难道沈大人不知道您夫人和那殷家女共同开了家女科馆？何况身为女子抛头露面去行医，还办什么女科馆？外人皆道是善举，其实这内里不过是强占货源、聚众敛财罢了。若还不收手，只怕来日御史台的谭章就要递进宫，说您纵容家眷，败坏风气。唉，两位怕是说笑了。内子虽是出生于商贾之家，却是知书达理、贤良淑德，不输任何世家女子。想必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吧？他怎么找来了？你个贱人！我说送去江南的信为何迟迟没有回音？原来你躲在长乐坊里呀！放开我！你这样与那世间貌不合宜。
出去了些时日，胆子越发大了。啊，撕开医馆，败坏沈家门风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的仕途都被你毁了。我不回去，我要与你和离。什么？和离？你可知你自己在说什么？啊？我说，我要与你和离。再让你这么下去，你可真不知天高地厚了。跟我回去！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出事。沈渊不会善罢甘休，这医馆也未必保得住。我们先想办法让新月脱身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嫂嫂这肌肤气色真是越发靓丽了。这还多亏了殷娘子。只是可惜，新月现在自身难保，怕是以后难为阿嫂调理了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嫂嫂，实不相瞒，新月这些时日，想是和未婚夫君有了摩擦，已经有好几日没有出过门了。还没开门呢。就是。尚书夫人近些日子似乎身体不佳，遣人来府中求取安神方。你们之前见过的呀？嫂嫂的意思是，若能借为他调理之由，或许能让萧郎君松口。我可没这么说，这是你认为的。谢谢嫂嫂指点迷津。你去尚书府递帖子，我再去趟萧府。看来女科馆最近很是清闲。郎君说的对，女科馆确实清冷。可我今日来是为另一事。户部尚书夫人曾经是女科馆的常客，近日她心急隐现，夜间多梦易醒，若不及时调养，恐伤及根本。这与我何干？所以尚书夫人特遣人来请，点名要新月亲自调理。若郎君允她出诊，郎君方才是说好？没错，我正愁见不着户部尚书，正好他前去替我引荐一二。郎君正愁找不到台阶，既然苏娘子这么说，正好顺着台阶下。看来郎君是把我昨日的话听进去了，那便多谢郎君成全。你什么时候能改了这嘴快的臭毛病？你说，尚书大人与萧伯父的死有关？此前一直找不到新的线索。父亲临走之前，尚书大人曾遗嘱他追查什么事，所以我想与他见一面。我帮你。这么干脆？若不查清萧伯父的死因，怎能还我阿叶的清白？尚书夫人生性多疑，又阴晴不定的，若是治不好，反而会被视为江湖骗子。女科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名声也会被破坏，还可能送上性命。你就不怕？怕什么？怕的话，
就不要治病，就不要救人。我身为医者，若因自身安危就袖手旁观、畏首畏尾，岂不是本末倒置？再说，他若是敢害我，你就将我劫走。是你太天真，还是太看得起我？我是真天真，也是真看得起你。以后好好说话。郎君，已经查到了，与殷世峰交易的湖上首领叫苏尔曼。女科馆刚开没多久，郎君和殷娘子假扮夫妻去明月楼救过林娘子。是他。枭雄，上座。来来来，相聊甚欢啊！嘿，站住！你是何人？为什么从郎主的房间出来？我走错了。你胸中是何物？我说了，我只是走错了。走错？你以为我这么好糊弄？你想怎么样？把你怀里的东西交出来，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枭雄，你先坐着，我去看看啊。我同你一起去。走，把东西交出来，快点！住手！不得无礼。郎主，怎么回事？刚才看到他偷偷摸摸的从你的房间里出来，你亲眼看见了吗？哼，这里只有一个房间，你还能从天上掉下来不成？阿农，怎么回事？回禀郎君，属下找错了房间。胡说！他在说谎。你胸口的东西是什么？肯定是从郎主的房间里偷出来的。哎呀，萧郎君，你此次前来与我合作，我敬的就是你是长安城中有名的富商。但现在看来，你好像对我另有所图啊。苏兄此言是不信任我了？哎，萧郎君，此言差矣。这说的是哪儿的话？萧兄，你若以诚相待之我，我绝对以诚回报于你。让你的兄弟把胸口那信纸拿出来，咱们看一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苏兄倒是谨慎的很呢，也不怕伤了和气。萧郎君，你若如此等小事都不愿配合的话，你叫我如何安心与你合作呀？没想到苏兄的眼里，我们萧家这么不值一提。阿农。